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日本举行的 G7 国际瞩目，在先前认为应该会对中国大陆会施加更多的压力，但结果如何呢？我们待会会谈一下。但是现在国际媒体当中，很多对于这次 G7 的讨论，竟然说他们像闹剧一样，而且这里头很有意思，他们说是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俱乐部。他们形容呢，这些 G7 当中的这些所有的领导者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美国的数据公司这边提到说 ，G7 的领导人当中呢，没任何一位都没有获得国内的多数人的支持。这个部分是非常讽刺啊，在国内都不是最有名望、最有支持的领导人，大家凑在一起笑眯眯的。于是有人说，这个评论说，这次广岛峰会是一个孤独心灵俱乐部。很有意思的形容哦，在国际上很少看到这样子，在描述说这些是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互相对各自的国内问题和贸易理念表达同情，而且讨论如何重新赢得选民的好感。好酸的这个评论哦。当然我们具体来看，确实，比如说拜登明明在这次不是要谈美国跟日本跟韩国的美日韩要有高峰会嘛，在先前那么言之凿凿的说要这么做，但是结果谈了2分钟而已在赶场是为了什么呢？而且当然现在整体来说，早前预期是美国会操纵这个 G7 的7国集团来维护其霸权，打压其他的国家。但是可以看到，有约旦的国际专家说，其实这一次，美国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强化在亚太地区他们的存在感，试图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制造混乱。但是呢，到最后头来，是不是 G7 在日本搭的这场台美这个两国的这种国唱戏唱的这出戏，事实上并没有体现他们先前的期待跟预期，因为一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大陆要建立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不脱钩，不断的强调在 G7 的这个联合声明里头。另外一方面又提到说，经济胁迫啦，影射中国大陆必须要去风险，寻求多样化，这是不是有点还是矛盾？对于中国这样子的2个矛盾，又要你，然后又不脱钩，可是又觉得你是胁迫，这种是不是一种人格分裂呢？ G7 的部分，我们来看韩国的部分，早前韩国的部分都觉得大笔的尹锡悦是跟韩美关系的加强，仿佛对中国大陆要一起施压。但是现在韩国财政部长说不能忽视对中国大陆的关系，也说从来没有宣布过要跟中国脱钩。就在 G7 的最后，不脱钩中国频频的被提出来包括韩国统一部长也强调，如果在韩国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走钢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这里头韩国方面有各式各样的评论，感觉起来各方面对于韩中2国对话的升温点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一点在冷却的这样子的作用呢？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外交部、韩国的统一部都提到了这一点。来看澳洲，当然这里头唯独澳洲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次 G7 当中很清楚可以看到呢，麦高恩就强调了澳中关系至为重要，对于中国方面没有任何澳洲方面提出的这种胁迫论至少到目前听到的，包括澳洲的民间其实也都是一样，包括澳洲的反对党，当然他有提到反对党是针对于澳洲的贸易限制他们有表达不满，感觉起来在澳洲的民间还是思考澳洲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相关的议题。来看中国大陆在 G7 这段期间习近平的这个大国外交感觉起来确实收获满满。我们看特别在中亚，因为举行这个中亚峰会的这个部分呢，使得中国跟中亚5国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那么中国现在每次有这个峰会，都不是大家像刚刚讲那些孤独心灵俱乐部拿出的是什么呢？100亿元的中亚合作专项贷款。中国大陆只要谈了，就会有相关的配套，包括经贸、包括资本、包括金融、包括货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会成立这个100亿元的专项贷款。另外还有一个成果清单，来看到这里头这个西安宣言里头签署了100多份的各领域的合作协议，这在中亚收获最大。那么在中东欧的部分呢，现在也持续的在进行经贸合作的高质量的发展那么
东欧的博览会也签署了60多项。我们看到了对比的 G7 的部分，都是在谈一些政治的一些思考跟一些宣示，但是中国进行的部分也包括了，你看专业采购商观展人数到12.6万，还有采购订单哈。那中国大陆对于东协在东南亚的部分，在东协的部分也特别要进行第29次了中国跟东协的高官磋商。那么在24号、在26号呢，在深圳举行。所以呢，这里头也包括了要建立更多那么年度的磋商机制，希望能够跟东协之间在共同体的10周年发展更紧密的建设。对比 G7 跟对比中国。帅将军，你怎么看？其实大家听起来很复杂。我先提纲挈领讲一句话：什么都是假的，经济最重要。经济，你这个起头的日本首相当然说我能把各个大国的领袖弄来，我的声望就提高了。对，这是他的目的。美国呢，就借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去围堵中国，这是政治目的，对不对？但是每个国家来了以后呢？谁舍得自己的经济跟中国大陆脱钩呢？是，所以这个会啊，我就讲嘛，精神同盟，行动脱队，因为这些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对不对？是，澳洲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非常密切啊，你能割舍得掉吗？你割舍不掉，那只有说啊，反中仇中呢，大家嘴巴喊喊的，对，那实质上拿不出东西来，所以你看那个酸他那个叫。Lonely Heart Club， 你知道 Lonely Heart 是什么东西吗？我们以前年轻人唱那个像歌曲 ，Lonely Heart 是什么？失恋的少男，是多余的剩女，才会在这个 club 里面互相吐槽、互相取暖。你把以前的老歌词翻出来看，都是这样，是，对不对？所以 Dear Lonely Heart， 我们听一顿这个话是酸的很厉害，非常酸，非常酸。那么这个会。美国原来还想把日韩能够搭拢在一起，中日韩，你要晓得日本跟韩国的伤痕不是一天可以抹平的，是勉强他握了个手。你要是真的要合作，尤其谈到经济上的这些问题，是韩国割舍掉中国大陆那么大的市场吗？日本也然了，是日本除了经济市场大以外，军事威胁也大，南韩只有一个北韩的威胁，是日本可是碰到3个敌人了，俄罗斯、北韩、中国。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每个国家老百姓不是不知道啊，所以真的也是民调都不高啊，民调不高后面还有一个影响，这些民主国家选举都是靠钱，是你今天把经贸的问题通通做了限制，这些企业家。还能支持你？这些金主还会支持你吗？所以他们这些国家领袖也担心，如果经济上脱了轨的话，他下一任的选举有问题啊。你现在川普不是岌岌可危吗？对，韩国那个大首领在国内很不受欢迎。是，日本是民调高一点，是因为办这场戏啊。这次回来了，对，办完了呢，对不对？那肖兹本来自己内阁里面都。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马克宏面临国内的大罢工，方兴未艾，黄衫军什么时候起来还不知道，雨伞运动，对，所以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谁发明这个 Lonely Heart Club， 这是我觉得形容的太贴切了啊，印象深刻。所以问题就是相对的中国大陆，他跟人家搞，他去签贸易协定了，这是实际的行动。是我们常常被民进党骗了那个倡议。这是个话题而已啊！对，倡议跟实际上的谈判签约那是两码事啊，还早呢。我们听那个从美牛案被 ECFA 被骗了多少年了？是，还有核子伞哪是那么轻易的？是，核子伞除非你跟美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还有邦交、军事同盟，还有军事需要，对，才有核子伞啊，对不对？台湾，你想得这个核子伞吗？我觉得是缘木求鱼啊，乌克兰弄成这个样子都得不到嘛，所以这个问题啊，真是我们徐将军讲的骗局。对，是，请左教授啊，其实现在当然
国际上他们都觉得这次 G7 部分跟先前预期对于中国的大陆的施压，感觉起来最后有点收手。但是从你的角度，觉得是这样吗？还是说大家觉得 G7 好像没有进展？还是其实大家外界看错了？还是有一点进展吗？其实主要的进展都不是原来G7 的一个被认为主要的功能，比如像泽伦斯基这次访问这个日本，然后呢变成了整个会议的主角，然后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让这个乌克兰战争能够尽早结束，这显然不是 G7 原来设定的议程。那一言以蔽之，简单美国或者是其他的 G7 成员国，他在展现出对大陆的一个强硬的姿态的同时，其实也透露或者暗示，甚至是用他的语言去显现说，他不想跟大陆完全切断关系。没错，所以他们用的是所谓的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对，那这个名词的转换，其实就告诉大家说，他不是想要全面对抗的，他希望大家是在一个他希望双方的关系是在一个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去进行，但他也认识到说，完全脱离关系，完全分开是完全不可能，而且自己也会受重伤。是。那同样的，其实中国大陆看起来就是说，一方面他召见这个日本的驻大陆的大使，表达他对于 G7 相关对大陆的一些说法表达抗议。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大陆也派出了重要的高阶的外交官，包括这个王毅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以及包括外交部长都在欧洲大陆访问。对，那甚至他的国家副主席现在也在英国访问，所以很清楚的说，他也了解到说，跟美国之间的竞争也不可能一刀切，他不可能把美国的盟国全部变成自己的敌人，他也想要去扩大他的朋友圈。那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全貌，就是双方在激烈竞争，甚至有一点这个怒目相视的同时呢，都尝试去找到一个双方共同利益的地方，是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面貌。那当然，这里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关于韩国的角色，因为韩国这一次在美光被制裁之后，大陆的其实大陆的媒体、日本的媒体，甚至韩国自己的媒体都在讨论说，那么韩国这两家大的制造商到底该不该去争取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对，三星、因为这个第一大，这个三星跟海力士就是第一、第二大的这个记忆体的厂商，对，美光是第三大，美光在大陆是占美光的利润的来源的10%。那现在这个几百亿的人民币的这个市场一下子吐出来，那韩国不去拿，不是这个拒绝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机会吗？所以我觉得值得参考的是什么？是朝鲜日报最近这两天有一篇社论，就特别在讲这个事情。虽然他题目说韩国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韩国面临到美国要求他不能够去抢占这个市场，对。可是他里头文章却怎么说？他说韩国不会放弃美国跟中国大陆任何一边，因为中国大陆24%这么庞大，全球最大的一个半导体的市场，他不可能放弃。他也讲这一场竞争不可能以一边全胜一边全输来收场，这就展现了韩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态度。因为特别强调，朝鲜日报是向来被认为是反共保守的报纸，连他都这样子在他的社论里头去写到，我们就知道韩国人怎么去想。厉将军，你觉得最后 G7 比较软，而且最后好像都是只看到泽连斯基来跟所有的领导者，大家跟大家相谈甚欢，反而他是最后登场的主角。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拜登现在还是想要跟中国大陆对话，最后整个 G7 的节奏收软了？你觉得？我觉得这 G7 除了美国之外，另外一个国家要跟美国问的问题是美债的问题，对不对？这是现在这几个全世界大家所有金融市场里面，大家最关心就是你美债会不会倒？是对，反而这个问题不去谈，去弄个泽伦斯基，对不对？好，俄乌战争、台海危机搞这个东西，我跟各位讲这个其他6国拿美国没办法，因为G7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1960几年嘛，因应石油危机，对，成立了这个7大工业国家组织，原来只有6个啦，后来加入加拿大，是，最后俄罗斯被踢掉了嘛，哈。可是那时候是解决经济上、经贸上面这个的问题，但是现在那个时候，美国这7个国家是先进国家，它的 GDP 占全球到80%那么高，所以全球必须要仰赖这个 G7 这7个国家的这个协助，才能够发展自己国内的经济。
但是现在随着金砖5国的发达起来，对不对？还有东协这些国家的发达起来，对 ，G7 现在占全球的 GDP 只剩下30%，而且我跟各位分析啊，这30%里面有24%是美国，是另外6个国家只有占6%。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你那么有钱，对不对？你找我来，然后我都还要听你的，被你裹挟，他们怎么可能会服气嘛？是，尤其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意大利，意大利在几年前差点被列为欧洲5国之一，对，所以他自己本身国内自己经济上都有很大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美国，你就是真的如我们看板上面所讲的。用他的霸权来打压其他的国家，来配合跟我合作。对，那泽伦斯基到日本去哦，其实这件事情争议很大，日本自己国内都争议很大。为什么？因为你这时候不去谈经济，你把泽伦斯基弄来，你会不会增加俄国跟日本的这种仇恨值？没有错，对不对哈？日本很多东西还是要靠俄国。对，譬如说沙哈林2号提供它天然气。那时候就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差一点就给它断掉。那现在会不会后续会不会就给它断掉了？是，或者是军事上面，对不对？海参崴那个军港那个港口现在开放给中国使用，其实对日本来讲的话，不管军事上、经济上，可能都是威胁。所以日本这次岸田为了成就个人的一个历史地位，他把泽伦斯基找来了。其实日本国内的民众不见得认同，也不见得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的。请您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你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 G7 告个段落了，现在国际间接下来关注的都是中美之间会不会有进一步更多的对话，包括拜登跟习近平之间。不过，首先先来看，还是在于那么中国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会被解除。在美国先前把李尚福对他制裁，但是如果你不解除制裁，你怎么跟奥斯汀来对话呢？那么现在在先前，因为拜登曾经暗示说，跟习近平对谈，美中关系很快就会解冻了，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过来看一下，但是他5月21号这么说，有点这样子的暗示之意，说有意解除哦。他在 G7 这时候讲。中国没有回应，但是现在到5月23号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说并不考虑要解除对于李尚福的制裁，究竟是真的这样子吗？还是因为中国不理，碰了一鼻子灰，美国政府只好那么下台阶说没有要解除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微妙。当然，中国大陆对于这种所谓拜登的解冻一说，他特别提到毛宁这边特别也提到了部分，他说其实美国如果一边说要沟通，一边又不断的打压跟遏制中国还有的官员还有机构跟企业，你这样子的沟通诚意何在呢？话是说得很白的。那么这里头要讲到拜登还有又蛮有事的插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是先前有关于最近国际间，那么拜登对于现在印度。那么对于印度的总理，他特别提到说，他对于莫迪说呢，他说你给我带来一个问题，下个月你访华这是拜登对莫迪，他说整个国家的人都想来，美国都想来，但是没有名额了。那么我接到我不认识的人打来，从电影演员到亲戚啊，你太受欢迎了。拜登这样子来告诉说莫迪是多么受欢迎，都要来参加他的参会但是呢，印度在这里头可是非常紧张还不断的提醒莫迪说，这些甜言蜜语之后是为灌下苦药做准备那么所以要稍微放聪明一点所以拜登最近这个对于喜欢的人或邀请的人，还是说特别甜蜜的好话。当然回过头来，究竟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最近美债压力太大了嘛？美债违约倒数计时6月1号即将要到了。拜登说，如果美债出现债务违约，我是无可指责的。感觉起来，拜登是要甩锅吗？至少甩锅他自己吗？因为叶伦的压力很大呀。美国债务违约已经迫在眉睫了，不断的希望能够跟在包括跟众议院的部分能够一起来谈总统得要来谈。那么现在其实在国际间都认为，其实美债的部分的影响还是很大。那么对于全世界经济的影响之外，当然现在影响全世界经济不理会，那么也不负责
在此同时，美国是不是其实都是靠着各式各样的演习、印钞机，还有各地的军事基地？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思考政治的问题，美国政府都是在思考政治的晴雨表呢。尤其历届的总统，比如说军工产业好了，美国西方不断的火上加油，军工产业牟利。这里头特别也提到了，举例来说，前美国的陆军军官安东尼就特别提到。单其实维修保养一个人的训练费用要花费1000万美元，所以呢，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设备，军工产业获得非常大的利益哦，在乌克兰战争方面，美国的军工产业，所以这么样单上千亿美元的这么样的一个目前全世界在进行的那么多乌克兰战争的在内，这些军力跟武器的扩张。我们来可以看到，2023年财报当中呢，1613亿美元是用于军火采购哦，所以呢，还有那么多的相关的技术研发，那么多的武器装备的运营，这些钱全部加起来都是美国军费在用的钱。而对于美债的压力，还有对比中美关系能不能够对谈的进展，税将军您怎么看？你想，美国为什么要想跟中国谈？还是钱的问题。美债对，美债还有美国自己国内的经济了，还有它的银行一家家倒了，所以这是一个他要经济上他要跟中国大陆要取得某些协议，但是你又在背后插刀子，正在伤害中国大陆的经济，所以中国大陆跟你有什么好谈？还有一个军事上，为什么要李尚福谈？你们大概都不知道，美国不是在中国大陆以前搞反送中，搞了多少间谍在那边搞？对，美国的 CIA 被驱逐了27名，没错。为什么？中国大陆搞一个人脸识别啊，你这些人不要想在中国大陆里面混了。香港为什么现在风平浪静啊？这些美国插手的东西，好，美国发现了，我对中国大陆的情报完全断，是我除了卫星以外，我别的地方没有深入到你内部，很困难了，很困难，因为军事情报的断线以后啊，这个世界大战的这个恐惧就会来，对，所以他为什么要沟通热线，不管好坏，通个电话吧，因为一旦擦枪走火的时候，马上熄火的就靠热线，没错，而且有没有大的这个战争威胁情报，所以你看经济上他需要跟中国大陆能够打开僵局，对，这个世界这个斗争里面他要打开僵局，但是你又不怀好意，乌克兰战争你美国没有说接手，下面又在布局台湾的这个危机，那中国大陆认为你是一个可信的朋友吧？是你讲的所有的事跟你做的事都是相反的，都是我可以讲谎话，没错，不信守信诺，所以他不会跟你谈，除非你拿出实际的关税要减啊，或者什么东西呢？你的善意橄榄枝递出来，现在递出来都是空话，所以我觉得中美这个结啊，现在还看不出要解，但是你也不能说永远这样下去啊。最近不是中国又买了一点美债吗？对，所以这里面很多猫腻在里面了，就是政治经济都是餐桌下面的谈判，我们看不到。对，左教授，你觉得现在其实包括中美之间、美中之间，真的是一边热一边贴冷屁股吗？特别是我们都很怀疑，现在到底中国大陆这个增持美债这个意义是，你是怎么看？当然，其实美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除了是它一种这个持有它的金融资产的一种方式，除了持有它的外汇保持它的外汇存底的一种方式之外，它也是一种武器。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你持有美债的时候，你就可以握有跟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那我可以在市场上释放美债，就会影响到你美国国内的这种金融环境、货币政策。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继续购买美债，相对来说等于就是为未来的这个中美关系呢增加一些新的这个空间。对，没有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是。当然进一步来说，美债现在大概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在于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预算谈判能不能顺利通过。那最近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看起来好像有一些进展啊，拜登跟麦卡锡之间是有一些进展，最起码大家有一些初步的共识。
包括说这个债务上限的延续要延到明年，是因为本来民主党是说希望最起码到2年，对，那共和党说是如果要延，是不是要延得更久？现在大概双方得到一个妥协，是说最起码延到明年，先解决眼前问题，先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再讨论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要再提高这个上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预算大概整体的花费大概是要控制的，是但是具体要不要去限制到说到底哪些项目要删减，这个大概是一个最艰困的谈判，没有错。但最起码双方得到了一个共识，关于哪些项目里头，其中谈了一个就是关于前一阵子因为这个防疫的需要而拨的一些所谓支应防疫需要的一些紧急的预算，对那个部分要删除。是这个看起来也好像理所当然，合理。不要忘记，我们台湾的那个叫做防疫指挥中心，最近才宣布解除的，对不对？我们也防疫号称结束了好一段时间了，对。所以在美国，他们现在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最起码这个是同，但是他们现在目标是说这个礼拜要能够谈判完成。如果这个礼拜不能谈判完成，那下个礼拜就要延伸，因为他要在所谓72小时之内让这个整个众议院能够完成这个审议，所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但不管如何，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克服的话，当然对美债的前景来说又是一个正面的因素。是李将军，这个。中美之间目前这种拜登跟习近平我有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叫剃头单子一头热，拜登很热，对不对？好，我本有心向明月，明月无心照沟渠，对不对？好，拜登想要跟习近平谈，但是习近平好像都一直很冷漠的回应。我想，但是我觉得说这2个国家大国之间的博弈不可能不谈呐，只是说在什么时间点，对双方来讲最有利来谈。那我想最后讲一下这个美国军工业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说美国这次军工业发大财，很赚钱不是吗？赚大钱但是物极必反，我觉得美国军工业这时候头大了。为什么？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知道美国拜登为什么不卖 F-16给乌克兰？不提供它，因为他认为说 F-16会被打下来。为什么呢？我讲你看他训练一个飞行员就要1000万美金，是 F-16飞行的时候要1个小时是8000块美金，那你要多少钱才能养这架飞机，让它上天空中能够作战？还有人，还有维修，对，不只是人跟维修还有飞弹那些飞弹都很贵，对。那俄罗斯不是没有武器对付你它的苏凯型的战机，不管是苏凯27、29，或者是甚至于最新型的战斗机，这个老毛子其实很勇敢的。他飞那种战斗机，有没有听过一种叫落叶飘的那种飞法？其实是很卖命的飞法，没错，他很敢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就是你这种空军的作战不是说你这飞机好坏。这个飞弹的问题，而且最重要，你有没有搭配给他一些他必须要有的武器？是，譬如说预警机。你现在美国有没有给他预警机？没有。如果说没有预警机的话，这个 F-16飞到天上去，它就等于跟瞎子一样。是啊，他看不到敌人，也看不到目标在哪里，甚至敌人从哪个方向过来，没有预警机跟他讲的话，他不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被击落的可能性很大。还有 F-16提供给他是谁？其实各国都在打自己算盘。你知道 F-16现在目前要提供给他的国家叫荷兰，荷兰为什么要提供 F-16给这个乌克兰呢？因为他这批 F-16明年2024年就要淘汰了，是他要把淘汰的飞机给乌克兰，然后让他自己国家跟美国要新的 F-35战机。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各国都有各国的打算。那拜登也因为这些压力，所以他。那另外一个我讲就前一阵子我们讲爱国者飞弹跟匕首飞弹，其实我自己的判断是爱国者被端掉了，因为从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嘛，他说只有受伤没有被毁。那当时只有受伤，因为那个飞弹发射阵地它不是只有一处而已，是它的指挥车、它的飞弹阵地、发射车，还有它的雷达是分布在3个不同的地方的。没错。那这个匕首飞弹下来的话，只能打一个阵地嘛，所以他说只是受伤，我没有全毁。第二个，你看那个数据，美国自己讲了，它32枚的飞弹上去了。对，为什么32枚上去呢？如果说按照我们210%的将军所讲的话，3枚就可以拦截1枚嘛。没错。就算是俄罗斯发射6枚，18枚，3618就可以拦截，为什么32枚都要打掉？没错，因为匕首飞弹下来，如果它
他如果说他不把飞弹都打上去的话，他会殉爆。各位好，欢迎收看2023年5月23号星期二的新闻大白话3点钟。那么在这一节我们会特别关注更多台湾、两岸还国际间的重要大事。3位评论嘉宾，首先介绍退役少将，也是前战争学院教官的李仲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退役中将单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在这一集，我们特别首先来看的部分，因为 G7 的关系，那么国际间非常关切，包括两岸跟台湾。蔡英文总统在他的最新的脸书当中特别提到台湾是关键字，那么就有关于接下来2024年总统大选的几位候选人，他们的两岸论述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赖清德的部分。赖清德有没有两岸论述？当然，现在都说他应该就采行蔡英文的路线吧。那么罗志强就批评赖清德在任阁揆的时候，其实发生了几件事情，包括东厂张天青案、台大管中闵的这个卡管案。那么这些事情到底，那么赖清德有什么事情可以去说别人没有民主 DNA 呢？两岸当中体现在台湾本身的价值之外，那么赖清德体现的是什么？除了蔡英文的两岸路线之外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侯友宜的部分呢，现在侯友宜。中国大陆学者是这么分析，认为侯友宜虽然是重视两岸和平，但是在反台独要多做一些努力。侯友宜都吼吼做代志，但是无论在核电两岸方面是不是9·2共识，感觉起来都还是比较模糊的哈。他的两岸路线是什么？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太清楚。相较之下，现在柯文哲感觉起来是比较没有两岸的包袱。柯文哲最新的他的国政白皮书当中也特别提到，在两岸路线当中，比如大国等距、重启服贸谈判等等，那么在他都有完整的两岸的论述，有点意思啊。那当然，现在台美之间，我们看台湾最近外交部很高兴，外交部现在提到台美即将签21世纪贸易倡议。部长吴钊燮说可以破解台湾的以美论，为什么可以破解呢？他说这是拜登政府第一指的 BTA， 那么未来可以慢慢向 FTA 再进一步，真的是这样吗？真的这么乐观吗？明明在早先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就已经表示不会签任何的贸易协议啊！你现在外交部长说这个是说给谁听啊？是不是还在吹？明明人家美国就不会签。除此之外，包括贸易协议之外，还有核保护伞。最近，那么吴钊燮也一直有在辗转暗示，美国对于台湾是不是有核保护伞，但是又不宜公开。这个暧昧的说法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装神弄鬼吗？中国时报是做批评他。那么台湾根本不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这个核保护伞如果真的体现，是可以说还是可以做的呢？我们来看，其实，在最近美国方面，最近很值得注意是在太平洋的动态。那么在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算是在整个军事战略上当中可以看到，竟然在驻守日本的，包括美国的2艘航空母舰，在横须贺港的雷根号以及佐世保港的里米兹号，今天同时出港哦，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美国军方没有具体说法，为什么两艘那么航空母舰同时出动，往哪里要去哪里？为什么呢？那么当然，现在有日本方面有媒体评论表示说，这是军事示威，那么可能是对中俄可能的动作做一些准备。真的这样吗？我们待会要请2位将军来分别帮我们解读。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整个太平洋去了那么多地方，帛琉、密克罗西亚、马绍尔群岛，那么这个部分积极的在太平洋当中的串联布局，而当中最具体的是，美国现在跟巴比亚纽几内亚跟台湾是很熟悉的，这个巴比亚纽几内亚的部分，他们现在又即将签订了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部分让美国的包括舰艇，包括美国的包括军机也都可以运用这边的港口。我们知道旁边就这个所罗门群岛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有所布局。那么最近其实美国也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同时还包括了对于在整个
印太平洋的这个部分，是他们不想让摩里西斯从美国收回这个迪戈加西亚岛它的所处的位置，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美军基地啊。那么英国原来是想要把它移交回给摩里西斯哈，它过去是英属的属地，但是现在美国好像是有意见。那么这个地方被视为是永不沉没的航母这座岛屿的战略位置，而且这个地方现在有驻守包括 B-52核轰炸机，还有1700多名美国军人，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其实美国不愿意放弃？很大的原因还是对于总体，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整个印太地区，对于中国大陆的包围呢。所以首先我们要先请帅将军来帮我了解一下，其实这个特别是这2艘军舰今天同时出动，你怎么看？这个很显然，因为它第一岛链已经感觉到受到严重的威胁，是，所以那第2岛链跟第3岛链呢又距离很远了，那必须要加强，这是它跟中国大陆布置冷战格局里面的它的防线，所以它的航母出动了。另外，在这几个岛上的这个太平洋上面，它各个基地里面，它要开始整理了。对，要不然将来一旦太平洋争霸战的时候，它就有了些基地。是这个形式就有点像航母加这个各离岛的这个配合起来的一个军事强固的一个防线。是这个相对的就看南海一样嘛，南海中国大陆搞了这么多填沙造岛，上面也都是军事基地，然后再加上航母。我上次在你们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对，中国大陆所做的航母重点都是放在海上，一带一路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他又看到迪戈亚西亚的这个一个岛，对，这个岛距离南海生命线是有一段距离了，南海生命线，但是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部署了，因为现在他认为在菲律宾已经有弄了4个基地嘛，对，不管对南对北啊，南北两边兼顾，这个态势就是说在布局，下围棋的烙子在各个角落开始烙子，那这个就是为了将来的冷战呢，或者是可能发生的中美的正式的交兵戎相见的时候啊，他现在所做的一个预防部署，是这在我们研究战略来讲，这就是战略上的烙子。每个地方呢，它就要做上一个准备战略。因为你航母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还是有期限要轮流替换的，要运补的，要回去保修的。对，所以它必须有些这些岛。这些岛呢，凭良心讲都很贫穷啊。是。这个巴布亚、纽新几内亚，我一个同学在那边当过大使啊。他陪他的总统打高尔夫球，旁边的卫士是带弓箭的，不是带枪的。带弓箭。这个岛，就是因为他非常荒蛮了，所以外交部都不敢派真实的大使去，找我们军人去当大使。是。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些岛要想变成一个有利的基地啊，还有的一段时间去加强，包含你在那边要建飞机跑道、弹药库、油库，是，那还有一段时间了。是。所以在大国博弈来看的话，那这个布局是在30年以后啊，30到40年，你才看到有没有一个威慑的力量。是，现在是言之过早了，是，只是启动而已。当然，大国博弈一定是大家很早就下先手，一定要这样下的。但是很可能很显然的，第一岛链的美军的实力是削弱了啊。对，接下来先请教左正东教授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然一方面也要请你听一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几个候选人当中的这个两岸论述，究竟现在跟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关系的动荡，感觉起来大家这个好像这我不能说井底之蛙啦，感觉这小猫咪的一些论述，跟我们现在看这个大战略当中很多军事的部分的影响性，而且美国的动作真的很大哈，以布林肯的最近动作，除了希望中美希望赶快谈之外，但是这个太平洋集中的密集的拜访，还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哦。对，在现在这个环境里头，两岸关系或者是候选人的两岸路线，这更加的重要，因为怎么样在两大强权竞争的这个大的架构底下，怎么样能够稳定两岸关系，确保台海和平是非常关键的，是重中之重。那么其实我在这里头要提出2个
观念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到底怎么看赖清德的两岸路线？我认为赖清德不是继承蔡英文的路线，赖清德事实上某种程度修正了蔡英文的路线。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赖清德讲到所谓的两岸是两国互不隶属这件事情，是跟蔡英文所讲的这个过去讲的所谓的维持现状是有很显著的不同。是，事实上蔡英文本人他也没有非常的明确到底是两岸互不隶属还是两国互不隶属，他只有强调是互不隶属。对哦，那互不隶属是2021年之后的蔡英文，但是2016年跟2020年蔡英文2次就职的时候都谈到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跟依据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推动两岸事务。没有错。赖清德到现在对这件事情没有表态过。没有错。哦，所以这个我认为是赖清德跟蔡英文很大的一个不同。第二个，赖清德经常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大家可以去查考一下蔡英文作为总统他有没有讲过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查过没有。是蔡英文讲的都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哦，这个是有显著的不同。是。第二个，我也要澄清，到底柯文哲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两岸路线？我认为也是没有的。柯文哲他当然他提出了他呼应了习近平所提出的两岸一家亲，让大家觉得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亲中的力量，或者说促进两岸和平的力量。我认为在这一次选举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其实是蛮令人失望的。那失望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他的反复跟前后矛盾。比如像说他对于他谈到这个大国等距，他一会儿说要大国等距，一会儿又说不要，现在好像又说要，到底是要或者不要？第二个，他说要重启服贸谈判，我认为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尝试啊。但是问题是什么？两岸谈判的基础是什么？那柯文哲，你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是什么？他一会儿把九二共识讲得一文不名，一会儿又说他不会当面去否认它。他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他到底是要用还是不用？我们也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柯文哲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所以这两位都没有表达他们对中华民国宪法、对中华民国一个很明确的态度。那这边在电视墙上提到了大陆这个社科院的汪曙生的这个文章，其实这个文章是登在《环球时报》，当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了。那当然他只是一个学者，所以他又不是那么官方，可是他又登在一个认为是官媒的这样一个平台上。他这篇文章其实大家仔细去看他主要是在否定赖清德的路线，认为赖清德的路线会带来危险。他认为侯友宜的路线是往两岸和平的方向去前进的。虽然这里头电视墙用了说所谓的要在反独促进和平上多做一些，但那是那个整个文章最后一句。其实他基本上他的标题就是国民党应坚持探索两岸和平的路径，也就是对现在这个方向表示一个他认为是促进两岸和平的一个方向。那我认为这篇文章有2个意义。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尝试其实他要对大陆的民众喊话，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很多大陆的民众认为国民党不再追求统一了，国民党态度摇摆了，所以很多大陆的民众对国民党态度是非常不正面，非常的就是批评非常多。那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告诉大陆的民众说，国民党现在的方向是大陆方面认为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可接受的。对，第二个是什么？在这篇文章里头，他比较了赖清德跟侯友宜，他居然完全只字未提柯文哲。所以表示在他们目前的评估里头，柯文哲还不是一个选项。我觉得这篇文章如果说真的是有意义的话，当然是提供给我们一个从这方面的一个参考。但我认为大陆只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全部。我们还需要看国际的态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民众的态度，能不能把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才是两岸关系能不能够行稳致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确实，而且持续的选举选情的变化，我相信候选人他们都还是不断的会持续的修正，还会推出一些其他的想法。当然，我们要拉回到，其实在我们看有关于这个现在太平洋当中，也要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我们其实知道4月上旬的时候，中国大陆军演的时候，山东舰当时出乎意料的从台湾这个地方其实往太平洋的方向走。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引起很多国际间的讨论哦，所以其实这一次包括雷根号、李米兹号的走，除了帅将军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战略的部分的表现之外的话，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的思考？我跟我们帅将军做一些的这个加强补充说明。
其实一个海权国家，它要发展海权，它除了说自己本身的这个舰艇、军事武力要够之外，它最重要是海外要有基地。对，那要有海外基地，因为海军要运补嘛。所以那这几个地方重不重要？其实以前美国来讲不重视这几个地方了。这个以前他根本不理这几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去过。今年突然说这个拜登总统要去巴布亚纽几内亚跟太平洋岛国做一个会谈，就表示他开始重视这个地方。为什么开始重视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中国的山东舰已经到关岛附近了嘛，所以他必须要加强跟这几个国家合作。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后来拜登没去，谁去了？布林肯去了。布林肯去的时候，很吊诡，也很讽刺的，就是布林肯坐了他那个轿车从机场出来以后，他走在6线的大道上面，那条马路是中共盖的，中共盖的马路，还有他旁边经过了很多大的建筑物。都是中共盖的这个建筑物，可见的这中美两国在这个地方，不管是军事上或经济上面，都有在一种角力的状况。是。那我要特别讲这个台美贸易倡议我觉得这个民进党的 DNA 就是骗，对，用一些很艰涩的专有名词来骗选票。是。我讲说台美贸易倡议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有在注意，从去年开始。是。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个中共跟东协国家一个贸易协定，叫区域贸易协定嘛，我们叫 RCEP， 这已经生效了，跟东亚5国、东亚7国、东协7国，再加上日韩，对不对？这个日本、韩国还有澳洲、纽西兰，对，这几个国家加进去，就变成一个地方全面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贸易伙伴协定的一个关系。那美国看到不得了啊！那你中国势力已经进入东协了，所以他搞一个 TPP， 对，跨太平洋的经贸组织，希望能够影响在太平洋这边，亚洲这个地方的经贸。可是川普很糟糕，川普觉得说这 TPP 对我美国不利啊，对不对？要开放我美国市场，他就退出了，不参加了。就我们现在讲这 CPTPP 其实没有美国，是只有日本后来才主导，因为你美国退出了，日本主导，那骗我们台湾人吃。蔡英文那时候就利用这个名词，我们台湾人搞不懂，骗我们台湾人吃莱猪，对不对？说我们吃了这个莱猪以后，美国会帮我们加入 CPTPP， 那不是笑话吗？美国自己都没有加入，你怎么叫我们加入？好，那之后美国觉得现在拜登上来，他觉得不行。如果说没有 TPP 的话，我对东亚地区的经贸没有影响力，不行。所以他搞一个 IFEP， 对不对？跨太平洋的一个这个全面伙伴关系，这倡议了太平洋贸易倡议，对，印太经济架构倡议，但是这个倡议来讲的话，其实没有牛肉，因为美国还是不开放它市场，所以东亚这些国家它也没有加入的意愿。可就算是如此，台湾也没有被邀请进去，对不对？对。IPEF 我刚刚讲说 IPEF 台湾也没有被邀请加入。对，那为了糊弄台湾人，配合蔡英文糊弄台湾人，对，搞一个台美贸易倡议。现在这边吹牛了，这真是在吹牛。总共有几项呢？12项。到目前为止谈到结果只有5项。那5项我讲一下给大家听。譬如说贸易便捷这5项，第一个通过了对，这叫空话，那没有意义嘛？对不对？谁不需要贸易便捷？对不对？这个促进中小企业。这个更空了，没有意义。那真的进入深水区来讲，后续7个要谈的东西，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不见得有任何的利益。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这个利用这些名词，利用这些贸易专有的名词，欺骗我们台湾人，然后来骗取选票。比方说，我们台湾现在跟美国很好了，我们后来经济很好了，骗了半天，其实我们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另外，核保护伞也是一样，同样道理。乌克兰现在打了半天，美国有没有对乌克兰提供核保护？没有嘛，对不对？韩国也不可能对他提供核保护，因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就是全世界共同人类走向灭亡，没有一个国家敢开这种战。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这个蔡英文迎合美国在骗台湾人的选票。所有的这些经贸协议，我想观众朋友都知道，要不就是关税，要不就是市场开放。如果没有这2个，大概都是空空洞洞的啦。